韩国颁布了韩版的印太战略，迫切要和中国坐在一桌。中国有2大实力，让尹锡悦紧急喊停。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中恒 Talk。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韩国为何要强调对华合作的重要性。今年11月，韩国总统尹锡悦曾经在韩国东盟峰会上透露了韩国首次单独制定的韩版印太战略的部分内容。这一幕呢，太不寻常了。要知道，在近几年美国的印太战略早已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词汇，不仅美国挂在嘴边上，众多西方国家也是陆续推出了各自的版本。除了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前段时间加拿大也推出了它的所谓印太战略。更有意思的是，韩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不仅拼命和北约组织扯上关系，还积极制定它的所谓印太战略。不过呢，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韩国制定的韩版印太战略却重点强调要加强对华合作的重要性。这是怎么回事呢？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方面日前公布了韩版印太战略的最终版本。在长达37页的文件中韩国不仅强调对华要保持合作，同时也强调要在双边问题上展开更积极的行动。分析认为，这映射出韩国政府的一种担忧。一方面，韩国在对外贸易上离不开中国市场，不会轻易对华脱钩；另一方面，韩国又不愿意对中国产生过度依赖，想借其他国家的力量降低这种对华的经贸依赖。在中美激烈对抗的背景下，韩国一边向美国密切靠拢，一边又主动强调要加强中韩合作的重要性，说明了2个问题。其一呢，韩国的确有求于中国，所以迫切想和中国坐一桌。第二，中国有2大实力，让尹锡悦不得不紧急在遏华战略问题上喊停了。首先，中国的第一大实力就是中国广阔且完善的经济市场。中国有14亿多人口，以及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这意味着中国有着全球最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这也是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难以超越的优势，这也是中国市场独树一帜的特点。对于韩国来说拥有如此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消费能力的中国市场，能给韩国企业带去不可估量的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呢，韩国不少企业家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充满发展前景的宝藏之地。这也就能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邀请韩国加入芯片4方联盟之际，韩国却特别强调并未确定要加入。说白了，韩国还是难以割舍中国这块肥沃的经济市场。其次呢，中国的第2大实力则是中国不断精进的军事力量。就拿中国海军来说先进舰艇连续不断，就像下饺子一样。据公开数据统计中国海军平均每年研发超过2艘052D 导弹驱逐舰，下水速度呢排名世界第1，实至名归。同样，中国空军和陆军方面也是进步飞速。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速度我们不需要多说了，举世都公认。而反观韩国呢，在军事方面的表现却有些拉垮。就拿近期发生的2件事举例来说，第一，韩国军队在10月份发射了一枚国产玄武 2C 战术导弹，却失败了，坠落在距离居民区700米的空军基地内。其二，原定于11月底举行的空中作战演习，由于韩国一架 KF-16 战机坠毁，导致演习被迫延期。可以说中韩之间的军事力量正在不断的拉开差距。由此可见呢，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2大实力，让韩国不得不平心静气的坐下来同中国好好交流。不过呢，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毕竟美韩军事同盟依旧很牢固，美国会持续给韩国施加压力，最后还得看韩国能不能顶住美国的压力，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